在山西呂梁的深山裡，我們竟發現了一座規模龐大的神秘宮殿。從空中望去，四周高牆環繞，殿宇林立，仿佛一座隱匿於世的隱秘皇城。可奇怪的是，如此規模龐大的建築，卻孤零零地坐落在荒無人煙的山野之間。如今更是雜草叢生，逐漸荒廢。這裡究竟是誰修建的？為什麼要選擇在深山之中建造這樣一座宮殿？它背後到底隱藏着怎樣不為人知的故事？今天就跟着我們的鏡頭一起走進這座深山裡的神秘宮殿，去一探究竟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今天呢，我們來到了山西吕梁的大山深處。快看，在那荒坡上竟然矗立着一座龐大的神秘宮殿。從空中俯瞰，四周荒無人烟，建築滿目瘡痍，不知道荒廢了多久，處處透露着詭異未知。那麼這座建築是何人所建，又是什麼原因荒廢掉呢？現在我們就前去一探究竟。可以看到這一大片全是草原，大家有沒有聽到哞哞哞和鈴鐺聲呢？在草原上全是牛，然後糞便也是到處都是。目前我没有看到任何路可以通往那座宮殿，应该是没有路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只能沿着这片草原，然后走上去。大家再看一下我身後的视角，這草原真的是一望無際。這中間怎麼有一條大裂縫？只有這麼一小段，不知道它是天然形成的還是人工挖凿出來的。如果說挖的話，它挖這個幹嘛呢？我覺得這片草原挺美的，大家仔細看草地上，遍地都是野花，藍色的小野花，還挺美的。哇，還有蒲公英，像下雪了一樣。现在我們得爬這個山坡了，還挺陡的。哇，快看，就是這裡了。這城牆修得好高呀，好壯觀呀！我的天哪，這地上遍地是牛屎。空氣中都是彌漫着牛屎的味道，那個味道太上頭了。这地上一片狼藉，哇，回声好大呀！这些梯子都開裂了，
我們從這個城門進來之後呢，在我們正前方呢有一座亭子，採用的是飞檐翘角。這是一座磚混結構，上面是木頭，然後它的牆體呢是用磚做的，一看就是現代產物。雖然說它是現代產物哈，但是你們看，它這做工、這雕花還是非常精美的。這邊只剩下一片狼藉。我猜測這邊呢，可能是一個走廊、一個涼亭、一個休息納涼的地方。好多房屋都已經倒塌了。這邊是一座水榭。這棟閣樓呢，也是採用的仿古設計。看，前面還有一個大水池。這個水池呢，比較渾濁哈，看樣子很久沒有人打理了。城門上是一座非常气派的閣樓，這是一棟純木質結構的，上方採用的琉璃瓦，最上方還有2龍戲珠，從外表來看是金碧輝煌的。我們到閣樓裡面去看一下。這斗拱做的好精美啊！像這種斗拱的話，要比普通的榫卯結構更牢固、更穩一些。這都是老祖宗留下來的智慧。地面上好多牛屎，應該是有牛在這裡面過夜。我估計這裡面應該變成牛的樂園了。最開始我還以為這棟樓是2層樓的設計。沒想到它這裡面竟然是這樣的。哇，這上面的風好大呀！你們看這風景，真的非常美。視野呢也是非常的開闊。我們繞城樓的一圈，給大家參觀一下。城牆的表皮呢已經脫落了，不知道它是自然脫落還是人為破壞。在這個角落呢，也是一座涼亭。不過不好的是，已經塌掉了。大家仔細看，這座亭子呢，已經向外傾斜了。啥也没有，空荡荡的一片。我看這裡已經撕裂了。
像這種木質結構的房屋，一定要經常有人維護，經常有人打理，不然的話，它的表面的話就很容易開裂，就像這種。其實很多地方都已經開裂了。从遠處看呢，這裡就像一座巨大的城池。但當我們走進來之後呢，發現這裡面也沒多少建築，就是占地面積比較大。前面還有2棟建築，參觀完這2棟呢，就差不多了。這是什麼呀？哎，地宮，是地宮吧？裡面漆黑一片。今天呢，我們没有帶手電筒，然後我們就不进去了。大家看这屋檐，有很多琉璃瓦都已經掉下來了，木頭呢已經腐朽了。我在考慮要不要進去，應該問題不大吧？我們進去看一下吧。這裡面的流石都堆積成山了，啥也沒有。感覺這棟房屋都成牛圈了。哇，這裡更誇張，太離譜了，都無從下腳了。都要把我臭暈了，太臭了。整座建築呢，我們就已經參觀完了。我們在網上查了一下關於這座建築的資料，說是在2010年開始動工，準備打造一個道教文旅景區的。然後後面到了2014年，不知道是什麼原因，然後就停工了，一直荒廢到了現在，總共荒廢了10多年。整座建築它的布局以及設計都是非常不錯的，是按照皇家風格然後修建的。雖然說是現代的產物，但是看起來是非常有韻味的。我覺得就這樣荒廢了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這裡吧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